这个延平王如此不识抬举，想要跟朕平起平坐，你们以为如何呀？皇上，据明珠从福建带来的消息，交涉无果之后，他们又派了礼官叶亨、刑官柯平，随穆天言去了泉州，试探依外国礼之道。依外国礼，那不等于把台湾从大清的疆土分离出去了吗？皇上，这绝对不可以答应的。皇上，若是不答应条件的话，那双方就会僵持不下，咱们又没有能力一鼓作气兴师平台。又来了，你就是不记教训。朕说过多少次了，如今的当务之急就是将台湾平定，使江山一统。他们靠着海上易守难攻，才会屡屡刁难，不肯救府。即使如此，不妨再让一让。启禀皇上，不是归顺回来，便是分离出去。臣以为退无可退呀，怎么让，怕也是让无可让啊。让朕再想想。台湾，弹丸小岛。皇上，您大可不必为他伤脑筋呐。那岛上都是不毛之地呀，到处是毒蛇、狼、虫、虎、豹。这么说，你去过台湾喽？没有，奴才听说过。没去过就不要乱说。只要是疆土，不论大小，不论富庶与贫瘠，一寸一分也不能少。回去以后都给朕好好想想，归安吧。这。皇上，李福全，奴才在。你以前看见过大海吗？回皇上，奴才没见过。能想得出大海是什么样的吗？大海，回皇上，大海就像皇上的北海一样，比那个大点儿。你这脑袋也顶多想到这份上了。皇上圣明。吴启觉，皇上，你见过吗？臣见过，那是在长城的尽头山海关的老龙头见到的。可惜啊，朕虽为一朝之君，却连大海都没有见过，惭愧呀。哎，跟朕讲讲大海是什么样的。海大的没边，到底有多深，谁也不知道。平时呢，还挺温驯，蓝汪汪的，可是一发起怒来，倒是挺吓人的。大浪排山倒海，就像乾清宫那么高。它的吼声比虎啸还怕人呢。有机会朕一定要去看看。皇上，您今儿个是怎么了？竟说起关于海的事？因为大海那边有一个让朕牵挂的地方，是台湾吧？哎呦，皇上，咱可千万不能为了大海里的破岛上了火呀！嘿，得了，又种不了3亩地儿，丢了也损不了2斗麦子的收成，不是？呵，你倒大方，李福全。你觉得这台湾是你们家的3亩地儿啊？啊？你以为台湾有多大？跟瀛台岛似的那么大？那还能大到哪儿去啊？朕虽然也不知道这台湾到底有多大，但是荷兰人既然当年费了那么多财力、物力、人力，占了它几十年之久，朕就敢断言，它绝对不是一个不毛之地。吴启觉，皇上，你去想办法，给朕淘弄一幅台湾地图。这，臣回头就去找。哎，李福全，皇上，李光地到了吗？回皇上，早来了，在书房候着呢。
哎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哎，皇上，皇上，进来吧。这，光帝啊，跟朕讲讲，有没有想出什么好的办法？嗯？怎么不说话？两难，非此即彼。臣想不出第三种办法来折中。是你没敢想吧？朕昨夜也一夜未眠，倒是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。只要台湾不自立乾坤，朕以为还可以再宽容一些。他们不愿意靠岸，那就不靠岸，还可以允许他们子孙世世代代居住台湾，甚至于还可以再退一步，他们的官职、权限以及税收，统统可以照原样保留。但是有一条，必须从金门、厦门撤兵，而且向朕保证，永远不再侵扰沿海。哎呀，这照皇上的意思是，只要他们答应称臣，承认台湾是大清版图之内的，一切都可以照旧不变。你觉得怎样？皇上，这实在是宽大无边了，这不等于开了一个二臣的先例了？你以为朕软弱了吗？不，这是一个大胆、新奇而又高瞻远瞩的决策呀！既可免刀兵，避免百姓生灵涂炭，又可使台湾不致成为化外。你很能理解朕的意图。顺治元年至今，我先王举兵入关已经30多个年头了。这30多年里，一直是战火不断，老百姓太需要休养生息。我作为一朝之君，如不能体恤子民，动辄用武，就不为明君。皇上，那就赶快把这决策传谕明珠吧。不，还是在玉门听政会上让众大臣议后再说吧，别坏了规矩。皇上明鉴，这样也好。冯大人到。刘将军治军有方啊！我军军容整齐，气势豪迈，正是我自立乾坤的好本钱呐！施琅不出，这本钱还堪一用；若施琅复出，这本钱就大打折扣了。刘将军怕的施琅？我刘国轩谁也没怕过，可是带兵打仗，光靠勇气是不够的。我台湾地狭人少，就是全民皆兵，又能有多少兵呢？以寡敌众，我也不知道能撑多久。哼，那按刘将军的意思，我等干脆投降算了。据说那边的口风有点松动了，可以不上岸。可以允许我等子子孙孙居住在台湾。他允许，这与他们有什么相干吗？我倒是觉得他们要是退一步，保留我主公的王位，保留台湾的官制、税收权限，我觉得还可以跟他们谈一谈。用不着，有什么好谈的？谁稀罕他们的条件？这些权利我们自己就有，何用他赐予？一看这字啊，就是出自武将之手。
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怎么一声也不吭了？我怕打扰爹爹写字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一看就知道出于武将之手，你这是在贬我呀？我是说这字的笔画骨架都铁骨铮铮，孔府有力，没耍过大刀的人是绝对写不出来的。照你这么说，铁匠写出来的字是最有力了啊？这可不能类推。记得我娘也曾有一幅字，也像是使用刀棒的人写的。哎，爹，您花3000两银子买的那部《西京杂记》怎么没下文了？买书就买书嘛，要什么下文？不会吧？您用全家人遮风挡雨的房子换几本烂书，如果不是有所图有所求，那您不是疯了就是傻了。看来什么事都瞒不过你的眼睛啊。那好，我就索性问你，爹爹图的是什么？您身上那种不服输的劲儿啊，一般人都做不到。您念念不忘的就是平台直下台湾。为了这个目标，您可以当苦行僧，可以做最愚笨的事，也可以像疯子一样到处乱撞。要是最后您还是一无所获呢？真厉害啊，把爹爹的心思全看穿了。阿满，也许我做的全是无用功，但我绝不后悔。您就不怕别人在背后议论吗？我的耳朵都已经灌满了，说您言必称武力平台，不惜动用朝廷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都是假公济私。听听他们去说吧，我问心无愧。来让！卖青菜了，落椒。新鲜的青菜。压椒。哦，李大人，请。父亲，有人来访。是李光地李大人吗？怪了，您没看帖子，怎么就知道是李大人呢？果然是内阁学士李光地，这就叫做心有灵犀一点通。马上备茶。等等，打上一盆洗脚水。洗脚水？父亲，您不想见也就罢了，你这样侮辱人家，不是得罪人吗？照我的话去做，快！你就按照爹的吩咐去做就是了。狂士嘛，总要狂出个样子，给另外一个狂士看。快去！大人，请啊。请。你家大人，请啊。在里面。好。施大人，莫非不在吗？啊，是李大人吗？正是。我这儿忙着呢啊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啊，李大人，我有脚气，经常痒痒，不洗就不行。来，坐啊，别介意，别介意。有脚就得洗，这是人之常情啊。施大人的满腹火气，可以一洗了之。岛海吕涛，抵定台湾。既有如此的雄心壮志，康熙3、4年间，大人率师3次渡海平台，为何却都无功而返呢？
唉，胜败那兵家常事，这就和种庄稼一样，不能因为1年欠收就不种了。台湾迟早会平定的，不能因为1次失利就放弃了吧？哎，李大人，老家是福建安溪吧？哦，正是安溪呀。京城做官做久了，是一口的京腔啊，家乡话，怕是一句也不会说了吧？史大人见笑了。啊，李大人呐，最近有没有回过福建老家省过亲呢？回去过，想家呀，却又不想回去。三藩之乱，海贼又借机出兵，侵占州府，家乡百姓屡遭战乱之苦，已经到了目不忍睹的地步。迁界和禁海，加重了百姓们的负担呐。在行亲的路上就遇见贼兵，险些回不了京城了。那为何不向皇上禀报？你绕来绕去，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史大人，我听傅大人说啊，先生得了一本好书，是孤本，在下很想一饱眼福，先睹为快，不知先生给不给在下这个面子？我也听说，李大人嗜书成癖，家里的藏书如汗牛充栋，满是精粹。若是有人贸然闯进你的书房，索要你的孤品，你肯拿出来给他看吗？是我唐突，望史大人海涵。哎呀，不让看也是常理，是我不知进退，告辞了。哎，李大人请留步，李大人请留步，李大人留步留步。刚才侍郎失礼了，先生别生气。听说李大人是朝野清流中的领袖，虽是恃才傲物，这一点与侍郎的秉性一样。侍郎敬仰敬重。哎呀，史大人言重了，望先生一笑置之，切勿生气啊！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，坐。史大人啊，在京城里我是号称第1号狂士，今天终于领教了，还有比我更狂傲的。那我们就惺惺惜惺惺啦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这个。来，请。
怎么样？李大人，开个价吧。书本无价，只有在贩卖者的手里才有价，才是钱呐。施公得此书，价格不菲吧？没有，一个朋友送的。他并不在意。这些书嘛，和他的那些杂书堆放在一起，送给我一点都不心疼。哦，那是吗？那你可就占了大便宜了。施大人，倘若我告诉你，这根本不是那个孤本，而是复制的赝品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好好看，好好看看。你若是买的，那就吃了大亏了。这确实是赝品，绝对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明天我拿一套我收藏的西京杂技来，你就服气了。李大人，你可真会开玩笑啊！开玩笑，我早已经把它烂熟于心了。我若没有这部书，我能背得出来吗？那好，请。好，你看着，看我背的可有误。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，居贫忧愤，以所著《素双求》就世人扬昌嗜酒，与文君为欢。继而文君报敬而泣曰：“我生平富足，今乃以衣裘嗜酒啊！随乡以谋，于成都卖酒。”啊？我过去就听说书人讲，有过目成诵的人。你看，这李光地只大略翻了翻，就能倒背如流，真乃奇人。姐姐有啥说？他不是说了吗？他家也有一本，那也得有本事才能背得下来呀。父亲就是太心眼实了，他未必能识破李光地。我就不信他家也有一本。父亲斗不过他的。你本是金枝玉叶，却又是靠乞讨活过来。王奶娘真是有功之人呐，真该好好谢谢她。可惜她那么早就不在人世了。临终前没跟你说点什么？他临终前已经神志不清了，什么都没跟我说，只是让我拿着这个锁来认亲，说我是延平王的公主。人家没死在半路上，就已经是很幸运了。你亲娘唐妃为了你呀，差点发了疯，到如今还经常心口疼。她若知道亲生女儿就在眼前，还不把她乐疯了？可我就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不认她？祖母，你别跟我提她好不好？听你这口气啊，好像跟唐妃有多大仇似的。这些年你是受了不少苦，可这也不能怨她呀，并不是她把你给抛弃的。祖母，你想啊，我长这么大，她尽过为娘的责任吗？反正我不想认她。这也不能全怪她，你毕竟是她的亲骨肉啊。反正我不想认。如果你再让我认的话，我就走。好，好，好，都依你。可见了她，我怎么说啊？你就说我是新买的宫女丫头就可以了。你还想委屈你自己啊？
我才不委屈呢。对别人可以说实话，就是对他不能说实话。也罢，就先这样吧，反正迟早总会相认。我才不认他呢！我要是认了他，就对不起我死去的奶娘。好了，别哭了。来，过来。谈判又僵了，慕天言也回去了。你万一没机会回去怎么办呢？那我就留下来给公主当使女丫鬟吧。假话，我可用不起你这么高贵的丫鬟。哎，你打听到准信儿了吗？打听什么？哎呀，你的忘性可真大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不对呀，你都跟我说第4遍了。哦，怎么？你好像对施公子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吧？哈，你这丫头就知道胡说。我和人家有什么关系啊？以前他协助过家父起兵，在家里啊，我见过他几次而已。哦，这次我来金门，父亲给我的使命就是替朝廷打探施公子的消息。行了，我早替你打听过了，都说他是硬骨头，至死不降怎么办呢？可外间传得沸沸扬扬，连皇上都知道了，说延平王招降了他，还封了忠义侯。这事儿倒有，可是呢，施公子不肯受封，所以一直还是囚徒呢。我必须要见到他，把父亲的话传给他。你能帮我这个忙吗？我呀，可不管什么朝廷不朝廷的，我没有义务帮这个忙。如果你想见他的话，我倒可以成人之美。死丫头，就会胡说。啊，对了，你可千万要守口如瓶，也不能说我是姚启生的女儿。哎，这还用你嘱咐啊？我还是姚启胜的义女呢，大罪漏风，我不至于傻到这种地步吧？你呀，好了好了，走啊，去那边走啊。齐宣王曰：“齐宣王曰：齐桓晋文之事，可得闻乎？”齐桓晋文之事，可得闻乎？孟子对曰：“夫人，有仲人找。尼之啊，请问施大人在？他去上朝了。请问几位先生找他有什么事啊？屋里坐吧。啊，不打扰了。我们是大兴当铺的，今天想来问一问，施大人何时将房子按期交出啊？房子啊？你们先到后边去背吧。走了。这位先生说的话，我怎么听不懂啊？这房子是我夫君买的，我们在这儿住了10几年了，为什么要搬家呀？看来施老爷是瞒着家人自己做主买的。堂堂内大臣，又是伯爵，就住这种寒酸地方，说不定又改新宅子了。哈哈，是这样的，前些天呢，你家施老爷把这幢房子当了3000两银子，啊，再有3天到期，我们今儿个是来看看。听刚才夫人的口气，好像施老爷没有跟您商量过。你一定是弄错了吧？先生，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，娘她不是很清楚。这位是施老爷的千金吧？你看啊，房契都在我手上，这还假得了吗？回头不妨问问施大人回来替我知会一声，就说我们大兴当铺的人来过。这不是真的，娘，这是真的。帝是把房子当给他们了，现银3000两。先生，您里面请吧。啊，不打扰了，我们告辞。这不是真的，这怎么可能的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娘。
这洋人的衣服、水师的规矩都比我们强啊！哎，这2只船怎么挂的旗不一样啊？一条英国船，一条荷兰船，所以不一样。都带什么来了？铜炮、火药，也不知道还有什么。这洋人人高马大，吹的喇叭也大啊！你好啊，有礼。哎，这是要……他是要和你握手。哦，好，算了吧。我们给你们送来了你们最需要的东西，还有给夫人、小姐们的见面礼，拿过来。啊，这什么？他说这是送给大人的礼物。哦，洋鬼子倒挺会来事儿啊，还不是无利不起早。官不打送礼的，我看先收下吧。我们希望在台湾有个落脚的地方，比如我们从前在普罗文提亚建的兵营。他说想在台湾找个落脚的地儿。好说，房子闲着是闲着，你们住好了。谢谢。大人说行。我们希望能自由往来，并准许我们的船自由宣告本国国旗。遇有风暴，可以驶入澎湖和台湾的任何港口避风。大人，你看，这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我们打算派遣炮手，帮助你们作战，向你们传授战术。不过，但贵方得允许我们在佛摩萨建立商馆。好，还有什么都写下来，回头一起办。大人让你都写下来。哎呀，你看弄我这一脸，这成什么事儿？这快，请。再打！看打不还？快钱！给我打！还！救命！看你还不还？还钱！打！狠狠的打！救命！看你还不还？给我打！住手！你是谁？我们大人与你何干？他犯法，自有官府惩治。你们这是私设公堂，是犯法的。要你多管闲事，老子就认这个理儿。欠债还钱，不还拿命来顶！打！还是不还？快把我放下来！快点把我放下来！要你多管闲事！他欠你什么银子？赌债。欠多少？23两啊！哼，区23两银子，我替他还了，把他给我放了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哼，就凭这个，延平王府的公主。放！谢谢公主的救命大恩，从今以后我就给你当跟班，我就是你的奴仆。谢谢公主了。起来吧。待会儿你们跟我到广府拿钱。你们给我等着！哎呦！公子，老爷请。李大人，请用。不对，你说话的声音也不对。你呀，不是什么师傅的跟班，你是施琅的侍妾吧？都说李大人眼力惊人，怎么记性这么差啊？您不是到过碧宅吗？您当时就猜我是侍妾，家父告诉您是女儿，您忘了？是了。哎，不过
我一眼就看穿你是女扮男装，还是有些眼力的吧？你找我就找我罢了，女扮男装又为哪般呢？我这还不是为了大人的官声名誉着想吗？嗯，你想呀，一个堂堂的内阁学士与一个小女子在茶楼里推杯换盏，传出去雅吗？你很有心计。说吧，找我何事？是不是令尊大人让你来见我的？那您可想错了。家父的脾气您又不是没有见识过，他是轻易不会在人前折腰的，更不会因有求于您而打发自己的女儿来当说客。那你自己找我又为何事啊？我来找您是想揭开一个骗局。骗局？什么骗局？先喝杯茶再说。家父是个一根肠子通到底的直性子，李大人，您不该戏耍他。这叫什么话？岂有此理！哦，我主动登门去拜见他，他衣冠不整，当面洗脚，这难道不是戏耍我吗？哦，怎么，今天他女儿反而倒打一耙？大人，请别生气，家父这么做其实是怕您瞧不起他，所以才以傲对傲。其实他心里盼星星盼月亮一样，盼着您登门呢。哎呀，我又何德何能，值得他这样啊？家父他内调京城10几年来，苦闷至极，这您能理解吗？哎呀，恐怕是手中无权之苦吧。有俸禄无差事的官儿，我都想做呀，那才叫神仙呢。所以说，大人并不了解他，皇上不了解，朝野上下不了解，他能不苦闷吗？那你说说，他为何苦闷呢？恐怕后半生占据他心的，没有比平台使台湾归附大清版图这件事更重要的了。他打听到，全京城只有李大人最有学问，为人刚直，敢言敢谏，在皇上面前说话有分量，而且力主平定台湾。所以家父才不惜倾家荡产结交大人，想找个知己啊。这未免太愚了吧？他也小看了我李某人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我从不贪占一分不义之财。不信，你可以满京城去打听打听，我是不是在为自己涂脂抹粉？说什么不惜倾家荡产来结交我？这不是捧我，这是骂我，这比绝我的祖坟还让人不能容忍。对不起，大人，我只是打个比方。家父早就打听到了，李大人既不贪金银珠宝，也远离声色犬马，一直苦于没由头。好歹打听到大人酷爱藏书，送书总不为过吧？这就是他想送我一部西京杂记的由来吗？正是，我方才说大人不该那么耍他，就是指这本书而言。您不想要他的书，就假说自己也有一部，而且能从头到尾背诵。这也谈不上是愚弄吧。李大人是天下奇才，家父无论如何都想不到，您大致从头到尾翻一遍，便能背诵如流。您说实话，您家里怎么也会有一部《西京杂记》孤本呢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家父花3000两银子买到的就不是孤本了。那你说吧，找我何事？求您跟他交个朋友吧，他是个可以交心的人，他不会害您，他真的是个好人。大人，古往今来结交权贵，不都是为自己升官发财、搭桥铺路子吗？可您见过为了国事低三下四这么高攀人的吗？这样的朋友，100个也不嫌多。书呢，我也要了，不过不能白要。
我给他3000两银子，恐怕他也不会收。我呢又不想巧取豪夺，哎呀，真是两难呐。这好办，我有个2全其美的主意，现成的。哦，是吗？那再好不过了。不论大小，不论富庶与贫瘠，1寸1分也不能少。我军军容整齐，气势豪迈，正是我自立乾坤的好本钱呐。哦，怎么，你好像对施公子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吧？哎呀！快点把他放下来！要你多管闲事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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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